乌克兰战略力量大提升，俄罗斯至暗时刻到来。8月份，乌克兰展示了2款导弹，火烈鸟与长海王星。听说二者已经实战，把俄罗斯的港口炸瘫了。对于这2款新导弹，估计不少朋友都觉得没啥，不就几枚导弹，炸一炸机场、弹药库而已，然后转头就忘了。实际上，火烈鸟与长海王星的意义并不亚于欧洲出兵。对于乌克兰而言，这是战略武器，也是泽连斯基手中的牌，甚至可以改写乌俄战局。那么在乌俄战争之上，这2款导弹会如何改变战局，又有什么意义？与当前乌军频繁使用的无人机相比，导弹又有什么优势？8月中旬，基辅独立报等媒体报道，乌军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导弹亮相，射程超过3000公里，战斗部重1吨。如果从基辅发射火烈鸟打击莫斯科，轻轻松松。摩尔曼斯克、叶卡捷琳堡也在打击范围，甚至能直接干到新西伯利亚。接下来，俄罗斯鄂木斯克以西的领土都不再安全。1吨的弹头，无论炸什么都是一发入魂。除了火烈鸟，乌军还亮相了另一款导弹长海王星，属于海王星导弹的改进版，依旧是亚音速导弹，但射程从290公里提升到了1000公里。对于乌克兰来说，火烈鸟与海王星并非只是简单的导弹，还具备战略意义。一般来说，战略武器都是指洲际导弹带核武的那种，1枚导弹摧毁一座城市。不过在乌俄战场之上，火烈鸟与海王星同样具备战略级影响。就性能来说，火烈鸟绝对担得起这个称呼。3000公里的射程，使得俄罗斯绝大部分的纵深目标，包括首都莫斯科，都暴露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之内。相比之下，美国战斧导弹的极限射程也不过2500公里，射得远就算了，威力还猛，弹头重达1吨，战斧的弹头也不过450公斤。什么坚固工事、大型基础设施，1枚导弹下去全都安静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被发现。火烈鸟为亚音速飞行，每小时950公里。以现在的导弹技术来看，只有2个发展方向，要么亚音速隐身突防，要么高超音速。不过很遗憾，火烈鸟在这点上有点缺陷，属于亚音速，但缺乏隐身设计。光看那6米长的翼展就能看出来。从设计细节来看，火烈鸟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或者小缺陷，比如非折叠式弹翼、外置发动机、简化的惯性 GPS 指导系统。按照一些人的说法，这是在战时紧急状况下的技术妥协，事实也是如此。不过对于乌克兰来说，这种妥协不是弱点。如果是和平状态，以乌克兰的技术与欧洲的友好关系，自然可以精细打磨，性能也会更好。但现在是战时状态，乌克兰必须做出妥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乌克兰优先考虑成本效益，避开先进巡航导弹所依赖的高精尖技术，快速部署和批量生产，最终让乌克兰实现战地上的飞跃，所以并不是坏处。只是妥协也就导致火烈鸟更容易被拦截。对于这个缺陷，其实有解决办法，这点我们后面再聊。就射程与威力来看，完全称得上战略资产。泽连斯基更是将其誉为目前乌克兰拥有的最成功的导弹。从最初的构思到火烈鸟导弹的首次作战部署，乌克兰只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目前乌克兰每天仅能生产1枚火烈鸟导弹，到10月份这个数字将增加到7枚，后续还会进一步提升。就火力军而言，无论美欧向乌克兰提供什么安全保障，都不如上千枚火烈鸟导弹来的实在。自身实力足够强，才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如果说火烈鸟代表乌克兰导弹的新生，长海王星则代表最成功的蜕变。乌俄战争初期，海王星就在战场上刷了一波存在感，击沉莫斯科号。不过在这个时期，并不能说海王星很强，只能说莫斯科号实在是太弱了。作为乌克兰自主研发的反舰导弹，海王星属于苏联 Kh-35 天王星导弹的改造版，射程、电子设备有所升级，初始射程也就290公里左右。2021年3月才在乌克兰海军服役，性能很好，但是还算不上顶尖。战火燃起后，海王星也迎来了升级，使用移动发射装置发射，更新最新的电子系统，能够规避常规电子战干扰。除了海上的目标，沿海和地面的目标也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有消息称，俄罗斯图阿普谢电油厂遇袭就是长海王星做的。乌克兰军方更是表明，其成功摧毁了克里米亚的 S-400。作为乌克兰的国产导弹，火烈鸟与长海王星的意义并非只有威力，重要的还是自主。乌克兰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攻击俄本土。严格来看，火烈鸟与长海王星导弹并不算战略武器。在传统的军事理论中，战略武器指的是那些能够攻击敌方战略重心或保卫己方战略要地，核心特点就是当量巨大的核弹头，超远射程的导弹。在美国这边，其战略核武器就是特指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或者重型轰炸机。相比之下，反而是战术武器这个名称更适合火烈鸟与长海王星，
威力相对较小，射程较短，可以消灭敌方战术目标和作战部队，属于一种常规武器。二者就属于这个阶段。携带常规弹头武器，没有核弹头，火烈鸟3000公里的射程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已经够用了。但是与5500公里的战略级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长海王星1000公里的射程也远超传统战术范畴，但依旧算是战术武器。所以从严格的军事技术分类来看，火烈鸟和长海王星并不算战略武器，这点无法反驳。不过，一个武器的真正战略属性绝不仅仅是冰冷的技术参数，而是其对战争的影响。火力军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战略武器，原因也是其可以在战争中产生战略影响。在乌俄战场之上，乌军可以使用火烈鸟和长海王星攻击俄罗斯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比如燃料储备设施、炼油厂、指挥中心，甚至是莫斯科。这些目标是俄罗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保障国家正常运行的关键节点。对其进行猛烈袭击，可以直接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命脉，迫使俄罗斯将防空系统从前线调离，保护其千疮百孔的后方。更关键的是，导弹对俄腹地的打击会对俄罗斯民众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之前乌军都是使用无人机打击俄本土，虽然很有效果，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无人机的威力有限，只有打击炼油厂引发大火才能产生严重的破坏。更多的时候只是损坏几架战机，俄罗斯民众也没什么压力。但换成导弹就不一样了，看见军事基地被摧毁，心理压力会骤然增大，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一定意义上来说，火烈鸟与长海王星可以撕裂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迫使俄罗斯在军事部署、经济承受力和国内宣传上面临更大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这场战争的动态平衡。除此之外，火烈鸟与长海王星也使得乌克兰拥有了自己的远程导弹打击能力。在二者诞生之前，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严重依赖北约援助的风暴阴影与 ATACMS。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就曾拒绝乌军使用 ATACMS 攻击俄罗斯本土。英国虽然同意使用风暴阴影导弹，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火烈鸟与长海王星诞生之后，意义就不一样了。基辅独立报报道，从国防战略来看，乌克兰国产远程武器至关重要，它可以为乌克兰提供一个谈判筹码，作为一种国产武器。乌克兰可以使用火烈鸟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没有任何限制。除了以上这些，火烈鸟与长海王星的诞生也意味着乌克兰导弹迎来新时代。接下来，新武器将越来越多。从过去的发展来看，乌克兰的导弹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1991年至2014年的沉寂、2014年至2022年的复苏，以及2022年至今的重生。第一阶段的沉寂就是乌克兰不断裁军，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30%的遗产，包括军事工业体系以及数量庞大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比如著名的南方机械制造厂曾是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摇篮。苏联解体时还给乌克兰留了不少核弹，只是冷战结束后，各国对核武的看法只有一个，这东西不能再扩散了。最终结果也都知道，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乌克兰启动了大规模核裁军和导弹销毁计划，发射井被废弃，苏制 X-22 等导弹被切割销毁。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去军事化，乌克兰的军事工业能力逐渐衰退，其导弹研发和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很多重型战略导弹，如洲际弹道导弹被销毁或转交俄罗斯。在此阶段，乌克兰主要保有和维护了少量战术和短程导弹，并具备生产空对空、空对地等多种常规导弹的能力。当然，在核武销毁完毕之后，乌克兰为了振兴国内经济，试图振兴其军工产业，但由于资金限制和技术瓶颈，导弹研发进展缓慢，仅一些技术被用于出口，例如格罗姆2短程弹道导弹系统，出口代号损，结合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技术特点，但主要是在出口市场寻求突破，国内装备更新不足。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导弹进入第二阶段，开始逐渐复苏。冲突的爆发使得乌克兰重新审视其国防政策，意识到仅依靠外部援助和现有武器储备根本不足以自卫，于是乌克兰的军事工业被激活。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武器就是海王星反舰导弹与雷霆2。海王星项目基于苏联 K-35 导弹的成熟设计，乌克兰对其进行了技术改进，最终于2021年服役。雷霆2弹道导弹的研发就稍微有些慢了，由于资源短缺和工业基础的长期受损，研制工作举步维艰，未能取得显著突破。在这一时期，乌克兰想要重振其军工产业，只是受限于资金、技术和工业能力等方面，成果有限，项目徘徊在原型开发或有限生产阶段。乌俄战争爆发后，乌克兰的导弹生产进入第3阶段，也就是重生。战争彻底引爆了乌克兰的导弹工业格局，推动乌克兰国防工业实现超常规的极限创新与发展，也就是将战略重心从耗时耗资巨大的复杂项目转向了那些能够快速投入生产、具备实战效能的武器。火烈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俄罗斯的威胁下，欧洲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趁此机会，乌克兰的导弹工业与欧洲国家合作，获取关键部件和资金支持。
迅速建立起一个具备自主生产能力、完全适应非对称战争需求的远程打击体系，摆脱了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新式武器层出不穷。就最新的消息来看，除了火烈鸟与海王星，乌军在6月份还自研了一款有损短程弹道导弹，目前已完成战斗测试并进入量产阶段。在9月4日，研制火烈鸟导弹的乌克兰制造商火点公司又出了几款新武器。在波兰举行的 MSPO 2025博览会上，火点公司宣布正在研发 FP7 和 FP9 弹道导弹以及防空系统。这已经不是无人机，而是弹道导弹。看来乌克兰准备给俄罗斯来波大的。除了火点公司，俄罗斯媒体还报道称，乌克兰安东诺夫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新型陆基巡航导弹，据称型号为安202、203、204，预计射程可达2830公里，并将与火烈鸟生产线配套。该导弹可能采用卡车或拖车发射，将于年底进行测试。不断推出新武器，也就意味着乌军的打击手段正在升级，从无人机转向重型导弹。从乌俄战场最新的消息来看，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方式已经迎来升级。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乌军打击手段主要以无人机为主，火力军也承认效果很好。无人机体积小，雷达信号弱，飞行速度缓慢且高度极低。传统的防空雷达在探测这些目标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果就是俄本土的电油厂不断被炸，消费比也很高。乌军曾使用成本约50万美元的无人机群，摧毁了俄罗斯单价1.5亿美元的图95。不过即使如此，火力军还是要说，还是火烈鸟更香，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足够猛。火烈鸟导弹可携带重达1吨的弹头，长海王星的弹头重量也高达350公斤，能够对那些高价值、经过加固的硬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比如敌方指挥中心、大型基础设施、关键桥梁等。下次再袭击俄罗斯的机场，那就不是损坏几架飞机的事情了。相比之下，大多数攻击型无人机的弹头重量通常在10至50公斤之间，其打击效果更多依赖于数量，而非单次打击的威力。就像上面说的那样，除非打击俄罗斯电油厂，要不然威力相当有限。不过上面也说了，火烈鸟的缺点就是没有隐身设计，容易被发现。解决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常说的饱和式打击。打击俄本土时，乌军可以将低成本的无人机当作先遣部队，吸引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分散敌方的雷达注意力，并迫使其不得不发射昂贵的拦截导弹，快速消耗其有限的防空弹药库存。防空系统被消耗或被暂时压制后，乌克兰就可以发射数量有限但威力更大的火烈鸟，打击核心战略目标，从而实现一击必杀。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小弟先上，为大哥挡枪子。总的来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克兰正在构建自己的远程打击生态系统，目标是俄罗斯的一切，打击范围越来越广，从无人机到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创新层出不穷。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乌克兰可以让俄罗斯付出惨重代价。欧洲也许并不需要直接派出军队，只需要提供足够的装备和资金，乌克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火烈鸟与长海王星还能在战场上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